世界上充满了许多神奇的生物，而其中一种很令人着迷的生物就是俗称的杀人鲸。这种巨大的海洋哺乳类动物在大海中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魅力和神秘性吸引了许多动物学家、生态学家或者是海洋爱好者追随着杀人鲸，研究它们的行为和复杂的社会模式。不过杀人鲸这个名字一直令人印象深刻，是不是这种鲸鱼很容易杀人呢？不过其实它的名称的来源来自于英文 Killer whale， 这个英文名称 Kill whale 的 Killer 应该是要翻成杀手的意思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主要的猎物其实并不是人，而是不同的哺乳类动物，所以要称它为杀人鲸是怪怪的，应该称为它叫做杀手鲸是一个比较好的名词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名词，我们称为虎鲸，而这个名字的来源其实有非常多种的说法，有人怀疑这个名字跟日本的一个汉字有关系，而传说这个汉字呢是形容一种神兽，这个神兽的样子头是虎，身体是鱼身，所以有人觉得虎鲸的来源应该是源自这个字而来的。而虎鲸呢是一种属于鲸齿小目的哺乳类动物，在中文名称中它还有个另外一个名称，我们称为逆戟鲸。但是是不是虎鲸有一个鲸字它就是鲸鱼呢？其实在分类学上它并不属于鲸鱼的一部分，它是属于一种大型的海豚，并且虎鲸应该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海豚的品种，它的食性非常的广泛，以不同的猎物为猎食。虎鲸喜欢吃的食物有乌贼、鱼类、海鸟、海龟、海狮、海豚等，当然有时候也会猎杀其他的小型鲸鱼。而虎鲸的外观非常的独特，它们通常是黑白相间的体色，像是熊猫的配色一样，而知名度也非常的高，主要跟电影也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它的体型非常的强壮跟肥硕。不过虎鲸在刚出生的时候，它的宝宝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接近橙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到了1年的时候，它体色会渐渐的转成一个像奶油的颜色，基本上要到2岁以上才会出现一点黑白相间的颜色。而虎鲸的祖先是什么呢？根据科学家对化石的遗骸的研究，虎鲸的祖先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到500万年前，当时的虎鲸比现在虎鲸小了1号，并且生活在地中海附近。在1883年的时候，有一个古生物学家在意大利附近发现了一个古代的虎鲸的化石，而这个科学家以牙齿的结构来判断，他发现当时的虎鲸的主食应该是鱼类，和现在有所不同，所以现在的虎鲸的体型比较大，所以吃的食物也比较多样性。而虎鲸在生态上所扮演的角色呢？虎鲸作为顶级的猎食者，在海洋生态系中，它会发挥重要的角色的地位。在食物链的顶层，对于海洋生态系的维持非常的重要。虎鲸的游泳速度可以到达每小时48公里，并且嘴中有10公分左右长的牙齿，喜欢群体行动。其实对于一些小型的鲸鱼都可能会变成一个猎食的对象。在过去研究中，他们把虎鲸分成2种形态，一种是定居型，一种是移动型的。定居型的虎鲸喜欢吃鱼，而移动型的虎鲸喜欢吃海洋性的哺乳类动物。不过随着10几年的观察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分类模式是有问题的，而现在的虎鲸的分类方式包含了地点、体型大小、眼斑等的位置，做成分类模式的其中一环。随着人类的保育，全世界的虎鲸都有增加，不过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是，少数的虎鲸目前的数量却岌岌可危。有一群非常特别的虎鲸，它们只生活在美国西岸华盛顿州以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以南的地区。它们有一种很特殊的称号，我们把它称为南方居留型虎鲸。而这一群南方居留型虎鲸呢，在50年来，它的数量从来没有增加过，基本上还有可能会有减少的状况。根据之前的数据，1974年时，当时这一群南方居留型虎鲸大概有71只的数量，到了1996年以后达到了97只，而这是最高峰的时期。
到了2022年的调查的时候，发现野外的族群只剩下73只，统计起来整整50年间，它只多了2只的数量。经过了研究，这个数量的减少跟基因可能是比较有关系的，因为这一群很特殊的虎鲸大部分都是近亲交配，也就是这样，它们蛮容易在长到生育前就死亡了。而这一群虎鲸更特别的是，它们只吃鱼，不吃其他的哺乳类动物，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族群。而如何保育它呢？对生物学家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毕竟这种生物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族群都有着很明显的不同的行为模式，有的喜欢吃鱼，有的喜欢吃海豹，有的喜欢吃其他哺乳类动物，而且彼此之间好像都没有互相的沟通了解。所以有科学家推测，这个很特殊群的南方居留型虎鲸很有可能在50年内会消失在这个地球上。而我们的标题写的雄性的虎鲸为什么是妈宝呢？其实在最新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南方居留型虎鲸它们是一个很标准型的母系社会团体，整个族群是由年长的雌性个体的虎鲸跟他女儿还有他女儿的后代所组成的。在其中，雄性的个体有可能会离开群体，跟其他群的雌性的母亲做交配，但是终其一生，他们都会陪伴在他们母亲的身边，不论是雄性的或是雌性的。而科学家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雄性虎鲸在打架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可能会站出来防御。科学家在研究他们之前47年左右的科学数据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规则，假设雄性虎鲸它的母亲还活着，并且没有繁殖能力的状况下，而它身上的打架的痕迹的牙齿痕就会比较少。不过如果这个雄性的个体是一个孤儿，或者是他的母亲还是有繁殖能力的，他身上受伤还是比较多的。这可以表示，当没有繁殖能力的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可以花更多时间在保护他的儿子，以减少冲突的发生。而科学家也推测，这些母亲可能不是亲自干预打架，反而他们是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或权势来防止这个打架的行为发生。而科学家这些数据，它也可以解释很多奇怪的事情哦。为什么没有繁殖能力的雌性个体还可以活得超级久的？甚至有一些虎鲸在没有繁殖能力后，还可以活超过20年以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动物有这种状况，例如人类，或者是少部分的鲸鱼品种，在没有繁殖能力以后，可以活超长的时间。科学家发现，这些年长的雌性虎鲸，它会持续的发挥它的影响力。在前面的研究就有发现过，这些年长的虎鲸会引导整个族群到丰富觅食点，寻找更多的食物，并且他们会分享食物。这一次新的发现，他们发现族群中年长的雌性的虎鲸可以当成冲突的调节者，避免雄性的冲突发生。而这个研究也被发表在这一次的期刊上，当代生物学上。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说明的地方，里面会有连结，可以前往观看。好的，你有对这个很迷人又可爱的物种有更加了解吗？总结，我们这次所介绍的虎鲸，它是一种广泛分布在全世界的物种。在南方居留型的虎鲸，可能在50年就会灭绝。没有繁殖能力又比较年老的虎鲸，可能可以调节族群中的冲突，这个是这一次的发现。好的，你有更加了解这个迷人又可爱的生物吗？我们聊自然，下一次再聊聊其他的话题，我们下次见喽，拜拜。